欢迎来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今晚我们要一起回到寒风烈烈的大草原，看一个男孩如何从篝火边的迷茫小眼神走到整片草原的主宰席位。他不是天选之子，没有金汤匙出身，甚至连童年都差点熬不过去。今晚要讲的这个人就是铁木真，也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他的故事不是从高高在上的宝座开始的，而是从一场血淋淋的背叛开始的。说实话啊，如果他人生那开头的几刀砍歪一点，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都得改版。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所在的城市和此刻的时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如果你心中有特别想听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无论是帝王将相、诗人文豪，还是热点人物话题，都欢迎写在留言区。你的建议很可能成为下一期的故事主题，让我们一起把这个频道变成属于大家的助眠故事角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那天夜里，草原上起风了，不是普通的风，是那种带着雪粒子能把人脸刮麻的冷风。一顶旧毡帐篷孤零零地扎在河湾旁，篝火快灭了，火星子像想逃出去一样，在风里颤了一下就碎了。一个8、9岁的孩子从羊皮被窝里探出头，听见帐外传来马蹄声，不是自家牲口，是那种一听就不对劲儿的紧急速度。这孩子叫铁木真，名字听起来挺硬，但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小毛孩，心里挂念的不是刀枪权谋，而是他爹野苏该。野苏该是部落的首领，脾气火爆，手上有点人马，草原上也算能喊上话的主。这次出门是去谈结亲的事儿，铁木真其实挺紧张，因为这个结亲就是给他安排婚姻。门帘子一掀，几个骑马的人风一样冲进帐篷。铁木真一看，不是他爹，是耶稣该身边的几个贴身跟班，满脸写着出事了。他娘赫额伦一把把他们挡住，低声问：怎么回事？那几个汉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才吐出一句：大人中毒了。野苏该死的时候脸是黑的，不是比喻，是字面意义的黑。据说是被塔塔尔人下毒，酒杯碰了下嘴唇，人就开始翻白眼。他撑着坐了2个时辰，还在念叨铁木真还没娶媳妇儿，然后就没了声。没人看到他断气时那眼神，但据说帐篷里那一刻比外头的夜还冷。铁木真没哭，他当时还不懂什么叫死亡，他只是看着母亲脸上闪过一丝从未见过的表情，那种不是悲伤，是预感。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不只是丧夫之痛，而是命运脱轨。耶稣该这一死，连带着部落里的支持力也散了。草原人讲究谁强跟谁走，但耶稣该生前树敌太多，他死后，原本依附他的部众迅速站队别处，连他老搭档太赤乌部也装模作样地说：你家孩子还小，不好带部落，不如我们来帮你看着。这话说得好听，实际上就是一句你们可以滚了。于是铁木真的母亲赫额伦带着几个小的被礼貌地送出了营地。他们带着一堆破锅烂罐，在寒风中找了个地势低的草坡，自己搭了个帐篷，重新过起了野人生活。没有牲口，没有粮食，甚至没有邻居。整个草原像突然变了脸，不再是母亲的怀抱，而是个随时能冻死人的冰箱。铁木真就这样开始了他真正的童年。没有人叫他王子，没有人听他命令，他甚至连一碗奶茶都
都要靠母亲熬野草根，煮点草籽凑成。他饿了就跑到河边挖河狸，冷了就把牛粪晒干了烧火。那些年，他记不清自己穿过几双鞋，因为鞋都是从死人身上扒的，风一吹，鞋底裂了，就只能赤脚走。他学会了观察风向，看星星辨时间，甚至开始懂得怎么在别的部落的马群里顺走一匹没人注意的瘦马。怎么说呢？这在当时不是贼，是生存。草原上没有规则，只有谁能活下来，谁才说了算。但这孩子从没抱怨，他会在篝火边静静坐着，一遍一遍听母亲讲的故事。母亲说，你出生那天天上刚好打雷。铁木真说，那我是不是雷神？母亲笑说，你以后能不能打雷我不知道，但你得先学会挨雷。这句话铁木真记了一辈子。不过草原上的孩子长得快，烦恼也来得早。他弟弟别了骨台，开始闹脾气，家里的粮食不够了，兄弟几个开始打架。他的另一个弟弟还曾在梦里说过，要是没有哥哥，我是不是就能多吃一口？铁木真没说话，但那晚他悄悄从自己碗里夹了一块最硬的干肉，放进了弟弟的碗。谁也不知道他那晚有没有睡着，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轻易吵架了。他知道了，这可不是家，这里是战场。他不是在长大，而是在学会如何活下去。这时候的铁木真还只是个被冷落的孩子，他的天命还没开始，他的敌人还在草原另一头看戏。他悄悄在心里种下一句后来常说的话，只要我还在，我的名字就不会断。铁木真很早就明白，这世上最不可靠的是曾经喊你兄弟的人。父亲尸骨未寒，部落就翻脸不认人。而接下来的一年，他还会亲眼见到什么叫做被整个部落当垃圾丢掉。就在他以为一切都已经够惨的时候，命运又往他们家脸上砸了一盆冰水。那天早晨，天刚亮，铁木真还在抱着干硬的皮毯打盹儿，外面传来马蹄声，一声接一声，不像是袭击，更像是故意吵醒谁。果不其然，是太赤乌人来了，来的还挺正式。打前站的骑兵一脸我是来通知，不是来商量的表情。他们带来了一个决定，也不藏着掖着，当场就念出来了。太赤乌珠首领决定，自今日起，耶稣该一家不再属于部族成员，资源分配将不再保留份额。意思很简单，你们家现在连边缘人都不配当了，是彻底的野人户。赫厄伦当场没说话，只是站在帐篷前盯着那骑兵，像是在听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铁木真愣了3秒才明白过来，他们是要彻底被赶出系统，不光断了粮草，连他们那点可怜的安全保障都被抽走了。你要饿死、冻死、病死，全是你家的事，没人再管。骑兵扬鞭就走，灰尘扬得铁木真一脸，呛得他连咳嗽都顾不上。旁边弟弟妹妹一个个都哭了，赫厄伦却没吭声，他只是把几个孩子喊进帐篷，然后开始整理行李。他知道抱怨没用，草原从不讲情，只认实力。他们不是倒霉，是弱小。从那天起，铁木真家正式进入荒野求生模式，没有马，没有牛，连一只羊都没有，住的是临时搭的皮帐，破到下雨会漏水，刮风会飞，吃的那就更别提了。野草根、河鱼、腐木皮，凡是能下嘴的，他们都试过。甚至有一次，铁木真亲眼看见母亲把一只死狐狸的皮剥了当锅盖，煮那点连动物都嫌弃的杂草根。他没哭，也没抱怨，他懂了，
草原上的人必须先是活下来的动物。他开始学着用弓箭，哪怕那弓是自己削的树枝，箭是劈开的竹签。他不讲技巧，只讲有没有击中猎物。第一次射中一只兔子，他高兴得整晚睡不着，一边啃一边想着，今天我像个男人了。但不是每天都能射中，更多时候是饿着肚子躺在帐篷里，听着风声，想象外面有多少狼在游荡。有时候他也恨父亲为什么没有留下更多的东西，恨那些翻脸的部族为什么那么狠。但更多时候他只是默默发誓，我不会一直这样。就在这种状态里熬了1年多，有一次他和弟弟合力捉住了一只山鸡，那只鸡还在挣扎，他却突然愣住了。他发现弟弟的眼神里不只是饿，还有一种难以忽视的贪。他们开始为食物争吵，甚至大打出手。他弟弟把鸡抢走，撕下一条腿就跑。铁木真追上去，两人扭打在一起，最后他一拳把弟弟打翻在地。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他们已经不是一家人，而是几个在资源极度匮乏下的生存单位。兄弟之情被一点肉撕得粉碎。母亲看到两人打架，冲上来拉开他们，一边哭一边喊，你们要吃人了吗？铁木真呆住了，他看着母亲哭得像个被风吹裂的干树枝，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他不是头领的儿子，不是将来的英雄，他就是个连弟弟都管不好，连饭都吃不饱的小可怜。但那晚他把整只鸡都让给了弟弟，自己连汤都没喝。他说，你吃，我出去守夜。他是真的去守夜了，坐在帐篷外面盯着那片漆黑的草原，风吹得耳朵发麻，他却一点都不困。他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时候有人来杀我，我能怎么反击？他琢磨了整夜，第二天就去捡了块骨头，磨成尖刺，插在自己的鞋子里当暗器。这不是玩具，是真的准备好用来捅人的。他不想再靠运气活着，他要主动防御，提前准备。铁木真变了，他不再是那个期待叔叔们来送粮的孩子，他开始主动出门打猎，开始夜里练剑，开始教弟弟妹妹怎么防狼防人，甚至学着模仿别的部落语言，以备万一遇到敌人，还能装作自己是他们的人。母亲赫额伦看在眼里，也没说话。他知道，孩子变狠，说明孩子们不再等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拖孩子的后腿。那年冬天特别冷，有人冻死在雪里，有部落失踪了一半人，他们一家却活下来了。但就在他们以为能靠努力熬出头时，另一场变故来了。弟弟别了骨台，开始蠢蠢欲动。他开始对铁木真的长兄地位不满，家里那点决定权开始变得有争议。甚至有一次，他们为了分谁吃鱼头谁吃鱼尾，吵了一整个晚上。母亲叹了口气，连家都守不住，你怎么去守天下？铁木真没吭声，他知道家不只是血缘，更是责任。他必须要强，哪怕是为了让弟弟心服口服。他开始学怎么管人，不是靠吼，而是靠威信。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我永远是最早醒的，最晚睡的，跑得最快，打得最准的那个人。那时的草原人不讲道理，只讲谁能带他们吃饱。铁木真不再是那个等施舍的小孩，他开始成为家里的主心骨。这就是他未来掌握整个草原的第一步，从掌控一个摇摇欲坠的小家开始。铁木真失去了部落，但得到了生存的直觉；失去了兄弟的信任，但学会了怎么服人。他不再问谁来帮我，而是开始琢磨我怎么带他们活下去。未来的成吉思汗
已经不是个幻想，而是一个在黑夜中睁着眼的男孩，握着骨刺，随时准备反击。春天来了，但铁木真的世界并没有变暖，雪化了，草绿了，河边的水也多了起来，可人心依旧冷得像深冬。那一年他10来岁，个子高了一点，骨架硬了一些，眼神也锋利了很多。但这些成长在草原上没什么用，这里不靠年龄认人，只靠有多少人愿意听你话。遗憾的是，连他自己人都开始不太听他话了。事发那天很突然，母亲赫额伦像往常一样分粮，几个孩子围在一起。铁木真从母亲手里接过半碗粗粥，刚要开口叫弟弟来分，别勒古台却一把抢了过去，说：“今天我先吃。”铁木真皱眉：“昨天也是你先。”别勒古台头也不抬：“你又不是我爹，凭什么你说了算？”这话像钉子一样砸下来，把帐篷里本就紧张的空气盯得死死的。铁木真没发火，他只是沉了一会儿，说：“我不是你爹，但我是你哥。”别勒古台看了他一眼，冷笑一声：“那你打我试试？”帐篷里一时间鸦雀无声，几个弟弟妹妹都低头装看不见，母亲在角落坐着没吭声，连外面的风都像突然停了。铁木真盯着别勒古台看了几秒，然后放下碗站了起来。一场兄弟间的正面冲突就此爆发，他们打得不激烈，却打得很真，不是那种小孩子间的推搡，而是拳拳到肉，摔倒再爬起，打红了眼的较量。最后别勒古台鼻青脸肿地倒在地上，铁木真站着，脸上一条血印，他没笑也没得意，只是盯着地上的人说：“以后谁再抢食物，我不讲情面。”没有人回嘴，所有人都低头吃饭，空气里只有粗粥被吸进嘴里的轻微声音。打赢了未必就是赢。那晚母亲没说一句话，只是把自己那一份分了出来给最小的孩子，自己转身出帐篷坐了很久。铁木真看着他背影，突然有点心酸。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家应该有的样子，但这是他们活着的唯一方式。不久之后，他们遇上了一群放牧的陌生人，那些人是从更远地方迁来的，临时扎营在附近。铁木真主动过去打招呼，用他学来的半生不熟的方言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对方是个年纪跟他差不多的小子，叫博尔忽，看着机灵，眼神不坏。两人聊了几句，竟然还聊出了点志同道合的味道。这场意外的搭讪成了铁木真人生中第一段非血缘的朋友关系。他们分享狩猎经验，交流陷阱技巧，甚至偷偷跑去河边比赛，谁射得准。博尔忽比他家境好些，但说起对未来的想法时，却跟他出奇一致。总不能一直过这种日子吧，总得做点什么。这句话点燃了铁木真心里的一根火柴，他开始意识到，草原上除了靠抢靠打，其实还可以靠人心集结力量。他开始尝试让弟弟听话，不是靠打，而是靠任务分配，讲逻辑。他甚至开始教妹妹如何放哨、藏武器、设陷阱，不是儿戏，是正经训练。他把一个破落的家慢慢训练成一个简陋的小队，但人心的变数永远是最难控制的。某天夜里，帐篷边突然响起低语，铁木真装睡，侧耳听得分明，是别勒古台和另一个弟弟在悄声商量：“要不我们离开吧，跟着铁木真没出路。”这句话像刀一样扎进他心里。他没有揭穿他们，只是在天快亮时默默起身，在帐篷门口堆了一堆柴火、干草和一张刻着地图的兽皮。日出时，他叫醒弟弟们，指着那些东西说：“走的人可以拿走他们。”没人动。
他看着别勒古台说：“你要是走，现在就走，不用偷。”别勒古台低头没说话。那天之后，他们再也没背后议论过铁木真。这不是彻底服气，而是明白了，他不是只会打人的疯子，他也懂得给出路，但更懂得留后手。日子继续过，草原还是那么冷，那么饿，但铁木真心里已经不再是个寄人篱下的感觉，他开始感到某种控制感。他知道怎样处理冲突，怎样安抚情绪，甚至怎样用一个笑话缓和紧张气氛。他不再只是个生存者，他开始像个领导者。有一天，博尔忽问他：“你以后想当什么？”铁木真想了想，说：“我想让别人不敢随便赶我们走，不是当可汗，不是称王，而是一个被草原尊重的人。”博尔忽笑：“那你得比别人更狠。”铁木真没有表情，只是点了点头。他心里其实想的更多，他想要一个部落，一个不会轻易被抛弃的地方，一个属于他和他家人的新家。他开始留心收集情报，了解周围部族的动态，甚至偷偷记下哪些人在哪儿打猎，哪儿过冬。他把这些东西全都藏在一个兽皮卷里，谁都不让看。铁木真正在变强，不只是身体，还有他的思维。他学会了忍，学会了等，更学会了用局去安排人。他还只是个少年，但他脑子里已经开始画地图，画人脉网，画未来的可能性。而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雪封帐篷，冷风凛冽。他用一块鹿皮做了斗篷，拿着他亲手磨的骨刀，站在帐篷外看天。他不怕冷，因为他心里比这更冷过。他知道，这片草原迟早要记住他的名字，不是靠出身，也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他一步一步撑下来的每个寒夜。铁木真被自己的兄弟质疑，被部落彻底放弃，却在孤立中开始组建最初的秩序。他不再幻想重返过去的部落，而是在废墟上动手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他明白了，权威的本质不是血统，而是你是否能让人愿意跟你走。这不是王的姿态，是王的种子。铁木真第一次感受到命运给的甜头，是在某个黄昏。那天他从猎场回来，手里拎着一只山獾，正要走进帐篷，耳边传来一阵陌生的马蹄声。他本能地蹲下，抽刀屏息，结果一看，是几个陌生人。领头的是个穿灰色长衣的青年，骑在马上，目光平静，脸上看不出敌意。他们是来自克烈部的巡边人，顺路过来探风。这群人没对他做什么，也没显得特别高高在上，只是问了一些有点意味不明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你家有几口人？你父亲是野苏该。当那个青年说出他父亲名字的瞬间，铁木真瞳孔微缩，他这才意识到，哪怕耶苏该早就不在了，外人却还记得这个名字。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姓氏的分量。回到帐篷后，他盯着火堆出了神。野苏该留下的，除了几个破旧的刀鞘和回忆，还有什么？血统、名声、信誉，这些虚无的东西真的值钱吗？但很快，他就见识到他们确实有用。几天后，那青年又来了，带来一份消息：他们部族的首领王翰，也就是当年耶苏该的结拜兄弟，听说了铁木真还活着，想见他。这个消息让整个帐篷都炸了锅，连弟弟妹妹都开始收拾行李，像是接到了某种天赐的庇护邀请。铁木真却没动，他很清楚，王翰的邀请并不是单纯的照顾孤儿，而是打量一颗棋子的重量。
他是野苏该的儿子。这点背景在当下乱局里正好可以用来平衡其他部族的势力。自己去见王翰，不是拜见长辈，而是参加一次不明牌局的赌桌。他知道风险，但他也知道，如果想往上爬，就不能只靠藏兽皮啃骨头。几天后，他决定带上母亲和弟弟，骑着一匹瘦马启程去见王翰。途中，他们遇到强风，遇到狼群，甚至差点在河谷里翻车。他们是走着一条命悬一线的通道去见命运。王翰的营帐金光闪闪，和他们的破帐篷完全是两个世界。铁木真没表现出丝毫胆怯，他站在王翰面前，像面对一个并不亲近但必须敬重的老将。他单膝跪地，口气坚定：“我是耶稣该之子铁木真。”王翰看着他，沉默了片刻，说：“你父亲说过，他的儿子会比他更强。”这句话既像夸奖，也像试探。铁木真没回应，只是低头等待王翰发落。那一刻，他压下了所有情绪，只留下一个信号：你要用我，我就给你机会；你要压我，那就看你扛不扛得住未来。王翰终究是老狐狸，他没有收留铁木真一家，而是给了一块临时驻地，让他们自行生存，待观察。也就是说，赏了点脸，但不保证饭碗。铁木真明白，这就是草原版的间隙期，你必须靠实力换长期合同。他接受了，他把那块驻地当作试验田，重建帐篷，整顿内务，还开始吸纳流民。那些原本无家可归的草原人，听说耶稣该的儿子在这边搭了地盘，有饭吃，有事做，纷纷靠了过来。铁木真没有拒绝，他知道这些人不是累赘，是未来的兵。他开始设岗守夜，编队训练，甚至自己画地图，搞运输，抓纪律。他在草原上做的是一套属于草根军阀的原始治理实验。慢慢的，他的小营地出了名，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纪律好，出活快。甚至有几个商人也开始愿意绕道来这边歇脚。更重要的是，这群人开始不再称他耶稣该之子，而是直接喊他头人。他不再是某人的儿子，他开始成了某些人的依靠。但就在这时，一个老对头杀了回来，太赤乌部，那个当年把他一家赶出营地的部落，在听说他重新活跃之后，派出一小队骑兵例行巡查，其实就是来下马威。那天深夜，风又起，铁木真早就感觉不对，他让人提前布置陷马坑，放哨站位。当太赤乌的骑兵绕到附近时，他们陷入泥地，被弓箭一顿招呼，狼狈撤退。他没杀人，只是打得对方下不了台。第二天，消息传出去，草原上开始传言，耶稣该的儿子不是软蛋。这仗虽然小，但意义巨大。铁木真第一次用实力告诉周围人，他不只是个可怜的孤儿，他是个能保得住地盘、打得赢硬仗的男人。这让他在王翰那儿也重新赢得了重视。有人说，那孩子像极了他爹，但铁木真知道，他不会再犯父亲的错。太讲情，太讲义，太容易相信别人。而他知道，那群寻骑只是开始，接下来的敌人会越来越多，但他也不怕了。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靠啃树皮熬过来的孩子了。他现在有地盘，有人，有计划。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别人开始忌惮的资本。草原上从来没有什么机会，所有的机会都是从别人脚下抢出来的。铁木真开始走出被动生存的范畴，第一次
以主动身份出现在草原势力图上。他见了王翰，拿回一点立足地，挡住一波挑衅，还开始建立自己的团队。他不再只是反映命运，而是开始塑造命运。草原上的风声越来越紧，但他已经学会迎风而立。时间像草原的风，不知不觉中就把孩子吹成了男人。铁木真越来越沉稳，不再是那个仗着脾气出头的少年。他开始明白，草原上真正的力量不只靠勇，而是靠稳。他的人多了，地也稳了，可他心里最挂念的却是一件别人根本不在意的小事，那就是成家。那不是浪漫冲动，是一种必须。草原人的逻辑很简单，你要立部落，成首领，先得有一个主父。主父不只是煮奶茶的人，更是对外社交、对内统人的另一个你。而铁木真早在父亲去世前就已经和一个姑娘定下了亲事，她叫博尔铁，是父亲在世时定下的娃娃亲，家族来自洪吉拉部，虽不算大势力，但在周边算得上清白稳重。也速该当年定这门亲时，对铁木真母亲说：“这姑娘眼神正，将来能帮得上咱儿子。”可耶稣该死得太早，这门亲事就一直悬着。铁木真并不是那种被婚约拴住的人，但这几年走下来，他越走越发现，人生里真正可靠的，恰恰是那些早就定下的、不太起眼的东西。他想起母亲曾说，这姑娘小时候来看过你，那时你在啃树皮，她把自己带的奶干塞给了你。他不记得那一幕，但他记住了这个人。于是铁木真带着几个兄弟连夜赶到洪吉拉部。他没送多少聘礼，也没带人马压阵，只是以野苏该之子的身份拜访。他们的首领不冷淡，但也并不热情，只是反复强调，现在不是太平年景，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小部落保得住姑娘吗？铁木真没说话，只是从怀里掏出一把古刀，那是他少年时亲手磨的，刀柄已经磨光。他说，这不是聘礼，是我拿命换来的安稳。洪吉拉部人沉默了。几天后，贝尔铁被送到他的营地，没有婚礼，也没有仪式。他下马时穿着朴素，背着一个旧包袱走向铁木真，说了一句：“我记得你。”铁木真没有回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带他进帐篷。旁人不懂他们的默契，但那一刻，铁木真知道自己有了草原上的第一块稳土。贝尔铁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姑娘，她话不多，但做事极快。来了没几天，整个营地的帐篷顺序、粮食分配、妇女安排就被她理得井井有条。铁木真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有人能替你撑一半的感觉，他开始有时间真正思考未来，而不是一天到晚忙着处理吃喝拉撒。可命运哪舍得他安稳太久，他们成亲不到2个月就出事了。那天傍晚，风特别大，铁木真和几个兄弟出去查边哨，回来时发现帐篷被掀得乱七八糟，营地一片凌乱。最重要的是，贝尔铁不见了。几个留下的活口都说是蔑尔乞人干的。这群人原本就是草原上游走的杂部，跟太赤乌有来往，但从不挑明敌意，属于那种你动我我就跑，你追我我就咬一口的类型。这次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对铁木真下了黑手。铁木真当场没说话，只是拿起弓箭，骑上马，点了10来个人就追了出去。那一夜，他几乎连气都没喘，沿着马蹄印一路追杀过去。人是没追上，但也逼得对方不敢太靠近。他们用火把封山，夜射驱马，硬是把那群人逼得连夜转移。他没把贝尔铁救回来，心里却越发沉。他知道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劫掠，这是一次对他掌控能力的挑战。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别说成什么部落头领，恐怕连火堆边都没人愿意再跟他蹲。于是他开始策划，他一边派人去四处打听贝尔铁的下落，一边加强营地防御，同时还派人假装成商旅混进密尔起步。他要的不是硬抢，而是找准机会一击必杀。他不能让这件事变成自己的软肋传说。这时候他身边那个叫博尔忽的兄弟站了出来，说：你要干，我就陪你干。这句话是他们这帮人真正变成团队的转折点。他们不再只是铁木真的人，而是为了共同信念的一群人。终于在一个黄昏，哨兵回报，发现密尔起部的一支分队正带着几个俘虏向南迁移，其中一顶特别厚的帐篷中有个女人模样的人被严密看守。铁木真当机立断，半夜出击。他带人绕过主路，趁着大雾直插敌营，用火攻制造混乱，再用突袭劫营。那场仗他们打得像疯子，没有太多兵力，只有一股必须救他的意志。他们冲进帐篷时，贝尔铁正被捆着躺在角落，衣衫不整，但眼神清醒。他看见铁木真是没哭，只是轻轻说了一句：我就知道你会来。他把他背在马后，一路逃出火海，整个人被烟熏得发不出声。但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片烧着的营地，心里一句话在炸响：这不是结束，这是宣战。从那一刻起，他对草原的认知变了。他知道只靠防守是不够的。他开始布线、拉人、联络更多部落，把曾经散落的老熟人一个个找回来。他不再避战，他开始主动挑边、选盟、示强。博尔铁的回归不只是他个人的救赎，更是整个营地人心的凝聚点。他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点物资，重新编排妇女值守制度。他没哭也没倒下，只说了一句：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还伤着。整个营地都知道了，头人的女人比很多部落的男人还硬。铁木真从建立家庭到捍卫家庭，经历了草原最残酷的一刻。他不是为了爱情战斗，而是为了我有能力保住我想守的东西而战。他救回的不只是博尔铁，更是自己成为一个真正领导者的资格。铁木真的人开始变多了，但他很清楚，这些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个个靠救、靠接、靠谈判挖来的。草原上流民无数，每个被部落遗弃的汉子都是潜在的兵，而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也都不只是想吃口饱饭，他们在等一个理由，一个能让他们把刀举起来跟别人拼命的理由。那时候，铁木真一开始学会了怎么讲理，不是讲人情，是讲规则。他明白，草原人的问题不是没人肯打仗，而是没人愿意按规矩打。你打赢了就抢，打输了就散，一盘散沙。一旦有个愿意制定规矩，能把事儿说清楚的人出现，那他就比谁都有吸引力。于是，他在营地里开始做一件事，立规矩。他把所有人召集到一块儿，摊出3条草原公约：第一，不许私斗，有矛盾来找我裁；第二，不许抢分配的财物，谁抢罚谁；第三，战利品按贡献分，大胆打不吃亏。刚开始有人觉得这是笑话，有人悄悄说他以为自己是大汗了，但没几天，一件事就让所有人闭嘴了。有个叫者勒灭的小伙子，在分羊时抢了比自己多2倍的份，还当众踹了一个老头。按草原传统，这种事儿顶多被人背后骂2句，哪有谁真去执法？但铁木真没废话，当着全营人面绑了他，鞭了30下，然后剥了那份抢来的肉重新分配。
人没打残，但面子丢尽了。没人敢再笑他定的规矩。他用一次公开惩罚，把头人这个称号从象征变成了实权。而更重要的是，他用这一套规则，让所有人第一次意识到，跟着这个人不是看他打得多猛，而是看他能不能把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一个部落。这时候，他又做了一件让大家更吃惊的事，主动去联络宿敌。他派人去找扎木合，还记不记得扎木合是谁？就是那个他少年时结拜的安达，一起玩过，一起打猎，一起说过将来我们一人一半天下的那个兄弟。可后来两人走上了不同的路。扎木合投靠了更大的贵族势力，成了草原上另一股崛起力量的明日之星。很多人反对，说这人不可信。铁木真只说了一句：他不可信，但他有用。这不是情怀，是策略。他知道自己现在人不够，势不大，如果能借扎木合的力量扩编，哪怕日后有翻脸风险，也值得赌。于是他亲自带礼物去见扎木合，两人隔着火堆，眼神复杂。铁木真开口第一句就不是寒暄，而是你想不想赢一次真正的大仗？扎木合看着他没笑，只说你打算让我出多少人？一句话两人都懂了，感情归感情，合作归合作。结果是他们达成协议，联军出征，对象是附近一个多年来依靠强抢盘剥流民的小部落塔塔尔残部。这场仗打得很快，铁木真用自己的队伍打先锋，扎木合负责侧翼包抄，两人配合默契，3天内拿下敌营，俘虏过百，收编人口200多，还缴获大批马匹和粮草。胜利让两人之间的裂痕被暂时抹平。凯旋夜，扎木合开玩笑地说：你是不是早就算好我会答应？铁木真没有正面回应，只说：我只知道草原现在缺一个愿意统一出拳的人。这句话不是客套，是宣言。但好景不长，在分战利品时，老问题又来了。扎木合的部众觉得自己人多，应该多分，铁木真却坚持按照功劳分，双方话越说越硬，场面一度剑拔弩张。最后扎木合冷笑着说：你真以为你现在能跟我平起平坐？铁木真只回了一句：我以为你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那晚两人不欢而散。这段合作勉强算是成功，但也种下了未来分裂的种子。铁木真并不意外，他知道这次合作的目的不是换来一个朋友，而是让自己的人看清楚谁才是真正值得跟的头人。他的部众看到了他的谋划、执行和原则，他们知道这个头人不仅能打，还敢面对旧交冷脸，更愿意为大家争利益。他没说我罩你们，但他做了我会为你们站出来的事。这件事后，越来越多流民和小部族愿意靠近他，他们不是被感动，是被逻辑说服。他们发现铁木真不只是一个强者，更是一个规则制造者。而在一片无序的草原上，规则比拳头更能让人安稳入睡。铁木真也更清楚，他不可能一直靠联手取胜，他需要一套完整的队伍，需要训练，需要纪律，需要可复制的指令流程。他开始把营地分组，设哨、设操练、设巡逻。他甚至开始让人记事，把战绩、物资、配比都写下来。别人笑他玩文的，他却在笑别人永远只会打猎。他要的是未来，不是每天翻来覆去的生存。他要一支能打仗、能管理、能服众的原型部落，哪怕现在看起来像是在玩过家家。铁木真从团伙头目
开始转向制度建设者。他用3条规矩立威，用一次联手打响名声，也用一次分歧看清了谁能并肩走下去。他不是在建一个营地，而是在搭一套可以撑起草原秩序的雏形。他不再盼望奇迹，而是在制造奇迹的地基。扎木合走了，带着他的人马，也带走了一部分观望者的信任。这件事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像一记钝刀，在铁木真的营地里慢慢切着人心。有些人悄悄议论，铁木真是不是高估了自己？他真能带我们走得更远？没人敢当面说，但气氛变了。铁木真听见了，也看出来了，他没发怒，没辩解，更没去追扎木合，他只是做了一件很反常的事。他开始带头干最脏最累的活。他带人放马、掏粪、修帐篷，一天下来，衣服能挤出水。弟弟们看呆了。波尔呼劝他：“你是头人，干嘛亲自去挖沟？”铁木真只是淡淡说：“我不做，他们凭什么信我说的？”这不是苦情戏，是策略。他明白，这种时候光说不行，得让人看见。他知道有些东西必须靠换命换回来。于是他把自己当成全营地的标尺，我先干，我干最多，我吃得少，我睡得最晚。你要不服，也得自己能超我才行。渐渐的，那些风言风语安静了下来，有些原本准备撤的人也留下来了。他们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开始怕输。他们发现跟着这个人至少能看见希望的方向。他不只讲胜利，也讲过程。他不只扛刀，也扛担子。他不是英雄，但他确实像个主心骨。可真正把这份人心彻底稳住的，是一次危机。秋末的时候，草原上瘟疫爆发了。一开始只是几匹马咳嗽，后来人也开始发烧、虚脱、呕吐，没几天就倒下好几个。很多部落开始封帐，不敢接人，生怕传染。铁木真的营地也中招了，最先倒下的是照料牲畜的老汉，接着是2个放哨的少年。很多人开始慌了，甚至有人提议把病人赶出营地。铁木真没答应，他没做道德宣讲，只是立刻把营地划分成3区：健康区、隔离区、观察区。他让最健康的一批人轮班照料病人，自己也穿着湿布衣服进入隔离区查人。他把每个人的病情都记在兽皮上，标注日期、症状、进展，硬是做出了一份简陋的病历管理表。他不是医生，但他让所有人知道，我们在认真处理，不是听天由命。他还派人去周边找草药，换药引，甚至不惜把战马送出去，跟别的部落换药材。有人劝他，战马是命根子，换药不值。他却说，人没了，马也没用。半个月后，病情终于被控制住，营地死了3个人，但保住了几十个，这在草原上简直算奇迹。而更大的奇迹是，所有人第一次意识到，铁木真不仅会打仗，他还会救命。他不仅能带你上阵，也能在你倒下时还想着怎么拉你一把。那之后，他的威望直线上升，没有人再拿他跟扎木合比较。他不是那种风风光光的领主，他是那个在大家最怕死的时候还敢站在人群前面的人。可他自己心里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瘟疫刚压下，粮草就出问题了。那年冬天格外冷，和风的早，猎物稀少，牲畜瘦的站都站不稳。他开始算粮，发现最多撑2个月。他没犹豫，立即做出决定，分流一部分人口，不是赶人，是安排。他挑了10几个能自理的家庭，
给他们地图、干粮、路径建议，让他们临时去周边小部落投靠，开春后再接回来。有人说这是拆家，但他清楚这是保根。然后他亲自带队去边缘地带打猎，他不信运气，只信勤快。他甚至亲自翻雪追踪兔子，躲在洞河边等路过河。那一季他瘦了整整1圈，但每次回营地总能带点东西回来。最艰难的时候，博尔铁动手下厨房，用野草和羊骨熬出一锅锅看起来像汤的粥，大家吃得泪眼汪汪。他不说苦，也不抱怨，只是在每次分饭前拍拍手，说一句下顿会更好。这些话不新鲜，但在那时候就是一种精神支柱。铁木真也越来越像个真正的主人，他开始研究怎么自己制造绳索、缝皮衣、储存干粮。他让人造简单的干燥棚，把打来的肉晾起来，用草灰保温保存，甚至发明了用石头堆暖地炉，让帐篷不那么冷。他把日子过得像一场草原版的极限生存真人秀，但他知道，等春天一到，就不能再只是活着了，他必须要扩张，要夺地，要抢资源。他开始盯上一个目标——太赤乌部。这个部落是当年最早抛弃他们家的始作俑者，多年来一直对他冷嘲热讽。如今他们也日子不好过，刚打完一仗，兵疲马瘦。如果这个时候出手，有50%胜算。可这次他不想硬来，他开始策反。他派人渗透进去，寻找曾经受过野苏该恩惠的老人，说现在不是投靠，而是回来。他给他们开价不是金银，而是安全、粮食、尊重。他甚至许诺，你们带的人按户算粮。太赤乌内部开始动摇，有人偷偷跑来夜谈，有人送来情报，甚至有小股人马半夜逃出，带着家当投奔他。铁木真没有立刻出兵，他在等一个最关键的内部反叛信号。不是靠狠，而是靠忍，靠熬，靠把一口气憋得住再吐出去的耐力。铁木真从被比下去到再次聚心，靠的不是一场仗，而是一场场苦日子的真领导。他用最难的时候证明了什么叫你还在，我们就在。他开始懂得一个更高级的真相，真正的领袖是在别人没信心时还能让人撑下去的人。春天还没彻底解冻，铁木真已经悄悄把兵马调了出来，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敲锣打鼓。他只是在一个风不太大的早晨，领着几队人马绕开主路，直奔太赤乌的腹地。不是进攻，是等机会。他知道那边已经有人动摇，只差一个引线点燃整个锅底。引线很快出现了，一个原本在太赤乌部当小头目的中年人，夜里带着一家老小偷偷溜了出来，到了铁木真这边。他递上情报，说再过3天他们要迁营、换地、放牧，夜里是最乱的时候。铁木真点头，没夸他，也没表示感谢，只说你留下来，我保你们一家3口过这个年。那人愣住，然后狠狠点头。3天时间，他把人手分成4组，一组正面虚张声势，2组埋伏要道，一组打侧翼。他让博尔铁统筹留守后方，安排接应、补给、照料老人小孩。他从来不让他上战场，却把最不能乱的部分交给他。他不是战士，但他是铁木真的稳。夜色很厚，风很小，正是偷袭的好时候。太赤乌部营地刚点起几处火堆，男人们还在赶着牲口，女人们忙着拆帐篷，孩子们追着鸡跑，毫无防备。铁木真的人从3个方向突入，不喊口号，
不明鼓角，只是马蹄刀光。太赤乌人不是没反应，而是反应不过来，内部早有异心者，关键节点早被切断。有人高喊：铁木真来了！更多人干脆丢下家当往草地里跑，整个营地乱作一团。铁木真没大开杀戒，他要的不是屠杀，而是吞并。他大声喊话：不反抗者保家保命，反抗者永不赦。那一夜，他像刀子一样插进了太赤乌的心脏，但又像药一样压住了混乱。他不是来搞一场仇杀的，他是来收编的。天亮时，整个营地已被控制，俘虏近百，牲畜上千，粮草数车。更重要的是，他把一个曾经看不起他、赶过他、羞辱过他的部族彻底纳入了自己旗帜下。没有血债，只剩服从。老一辈人看着他都低了头，不是怕，是认了。营地收拾完后，他没做庆功，也没杀俘，他把太赤乌的残部按户编入自己部队。原首领被押到中军帐前，他没多说，只让那人看着他问：你还记得你当年说过我母亲带着孩子们活不了多久吗？那人低头。铁木真挥手：送去放牧养牲口，能干活就留，不能就走。他不是在玩大度，而是在玩布局。这一战不只是吞并一部，而是向整个草原宣告，他可以不靠联姻，不靠投靠，不靠家世，靠的就是一场场熬出来的胜仗。消息传出去后，周边几个小部落开始纷纷主动靠近，他们不求富贵，只求一个不被抢、不被卖、不被杀的活路。而铁木真正好能给这种活路。这时候，他开始设一个新制度，10户为一小组，100户为一营，设10户长、100户长。打仗时统一调度，平日里自行组织生产。他还让人把每户的人名、牲畜、擅长技能全都记在兽皮上。有人不解，你搞这些不怕将来被人偷去资料？他却说，怕被偷的都是没准备好要赢的。这套制度不是花架子，很快就派上了用场。没过多久，草原上的另一势力蔑尔起部听说铁木真吞了太赤乌，又开始紧张。这个部落当年劫过博尔铁，如今不安分，自然也在他的清单上。但这一次他不打算主动攻，他决定等，让对方坐不住。果然1个月后，蔑尔起人先动了手，偷袭他的一支放牧队，他正中下怀，立即出兵迎击。那场仗，他用上了新建的100户营，整个队伍像一块布一样展开，再像绳子一样收紧。他用牧民出身的10户长带路，用狩猎高手做侧击，用过去的小偷做间谍。这是一支真正的草根军队，却打得像精兵。他们以小胜大，逼灭尔起部后撤100里，留下大批马匹和辎重。而这场胜利让整个草原的平衡开始倾斜，越来越多散落的小部族投奔铁木真。他们发现这人不仅讲规矩，还有战力，还能吃亏。他分战利品时，总是先顾养不起自己的老弱，再分给能打的汉子。他说，先让最软的活下来，我们就能一直打下去。而随着人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谨慎。他开始分时练兵，轮流打猎，定期聚会，还设了夜役制。每月1晚，全营代表围坐火堆前，由他亲自倾听每户的事。同时，他也没忘记舆论。他开始让人到处讲野速该的儿子如何翻身，博尔铁被抢又被救，规矩换得生路等故事。他知道故事的传播力比兵刃更远。有人笑他，你还搞宣传？他只是笑笑，草原不是最怕刀，是怕看不到希望。
而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从不贪。他吃的跟士兵一样，住的帐篷也不比别人宽，他的坐骑轮流换，他的武器从不装饰。他把投人这件事活成了一种节制。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样的局面只是开始。草原真正的大玩家王翰、扎木合、乃蛮部、金国，个个都还在远处看着。他需要一场能真正改写游戏规则的大胜，可他不急，他知道大战前必须先练心。铁木真首次反手围攻，吞下仇敌旧部，还稳住了人心。他从复仇者变成了制度者，从打游击的小头目变成了有人敢靠、敢投、敢信的领袖。他用一次战斗告诉所有人，他的刀不是乱挥的，他的规矩不是空喊的，他的营地不只是逃亡者的临时落脚地，而是草原上真正开始成型的新秩序。草原的风向真的变了，不是那种一夜之间的巨变，而是像湖水结冰前的第一丝寒气。起初没人在意，后来谁都躲不掉。铁木真的势力已经从一个帐篷变成一片营地，再变成连起来的一块区域。而他本人也不再只是一个被称头人的人，他已经成了各部落茶余饭后都会提起的名字，连小孩子都知道，铁木真是那个让草原变了规矩的人。但也正因如此，麻烦又开始逼近。这次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从内部。有一小撮人开始质疑他的权力是不是太大。有人说，他连谁放哨、谁娶媳妇都要过问。有人在晚上偷偷议论，我们还是自由人吗？这种声音最开始很小，但像虫咬木头听不见的时候，就已经快要断裂了。铁木真不是没察觉，他反而在这种时候做了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放权。他宣布营地事务除军务、外交、粮草3项之外，其他都归百户长议事会讨论决定。他自己只听汇报，不再过问鸡毛蒜皮。更惊人的是，他还设了个问责页，任何人可以当面指出头人们的问题。第一次问责页那天，没人敢说话，场面尴尬到能听见火堆爆米花一样的声音。铁木真开了个头，他说：“我先来。有人说我让人挨饿，还要修道具库，有没有？”一个老头站起来，结结巴巴说：“是我说的。”他点头：“你说的对，那时候确实没细想。”全场哗然。那晚之后，头人不可犯的神话被拆了一半，但这个头人能听话的名声立住了。他用自砍面子的方式赢得了继续性的信任，而更深的意义在于，他给了所有人参与治理的幻觉，却把核心权力握得更稳。但正当他的内部慢慢稳住时，外部的旧麻烦终于回来了。扎木合又出现了。这位昔日的安达兄弟，如今成了王翰麾下的重要将领，手里不只有人，还有势，还有被铁木真抢走机会的怨气。王翰也坐不住了，他一直把铁木真当成可控的势力，可现在他的人开始往铁木真这边跑，地盘也开始紧挨着。他觉得不妙，便派人邀请铁木真赴宴，说是旧盟重续，表面友好，实则探底。这顿饭铁木真知道是局，但他还是去了。他带的人不多，言语不硬，姿态不低，但全场他只讲了3句话：我是你义兄的儿子，我尊你是长辈，但我有自己的旗帜。话不多，却把话说满。宴后，王翰冷着脸没说话。扎木合笑得很假，送他出帐篷时，只轻声说了句：“兄弟，再过几年，咱们就不是讲道理的关系了。”铁木真没回头，
只道：“那就看谁先讲不通。”回营地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博尔忽试着说笑，他只摆摆手：“别讲了，我们得准备打仗。”不是说要马上开战，而是清楚这场草原上的父与子、兄与弟、旧与新的战争已经进入倒计时。他开始加紧练兵，每日操练时间延长，编队改得更紧凑。他还推行夜行军演练，让大家习惯在月光下奔袭。粮草管理改成责任连带制，哪户损耗多，连带连长受罚。全营开始从好日子状态切换到备战状态。同时，他也加快了盟友拉拢。他去拜访过去曾避之不及的塔塔尔部残部，与他们旧部喝酒共猎，还亲手帮他们搭新帐篷。他不讲仇，只讲共利。铁木真说：“你们不跟我，也活不下去；跟着我，至少有饭吃。”渐渐的，草原上开始出现一种新现象：一边是王翰，那边地盘大但人心服；一边是铁木真，这边地盘小但士气高。风声开始两边飘，谁都知道一场草原版的大选正在逼近。这时候，有人给铁木真出主意，说干脆趁现在气势正盛，主动出兵，先下手。他却摇头：“现在动只会被说叛逆，我要让他们先动手。”这是他的新打法，用对方先犯错的方式，给自己赢得道义加成。他安排人继续在王翰地盘周边大肆宣讲铁木真英雄事迹，有人演讲，有人夸他，有人讲旧仇旧恩的翻转故事。他故意放出消息，说自己准备向金国进贡，引得王翰紧张。他还让人故意接近札木合的营地，说想重修旧好，让对方以为他要回归。这一连串操作不是为了回头，而是为了让对方误判。当局势乱到一定程度时，他才能顺势站出来说：“我是来收拾残局的。”这不是打仗，是打心理战。但真正让这场对峙提前爆发的是一个意外投诚。王翰手下一个副将半夜率领30户，带着2马投奔铁木真。他说：“你这里像一个未来，那里像一个坟。”这句话传出去后，局势彻底失衡。王翰坐不住，命札木合急兵压境，准备清理门户。铁木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站在山坡上，看着部队列阵，不激动，也不紧张。他对身边的人说：“这一仗不是我和札木合的事，是草原要不要变一变的事。”他清楚，自己的胜败不只影响战场，而是决定未来的草原是继续靠贵族说话，还是让一群没人要的人成为主角。他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为了荣誉，他是为了那个冬天啃树皮时就在心里问过的问题：我能不能不靠别人的怜悯活下来？铁木真面对的不只是敌人，还有旧世界的惯性。他不靠快刀取胜，而是用慢火熬人心的方式，把自己熬成了整个草原都必须关注的变量。他不急着打仗，因为他知道这一仗打下去，不只打血肉，还要打掉旧世界的信念。战事终于报了，没有仪式，没有宣战书，只是某天黄昏，札木合的人在边界地带抓了铁木真的斥候，连人带马当场斩了，头颅被挂在一棵老树上，血滴了一夜。第二天，一名商队带着消息跑回来，众人看到斥候的名字，全营鸦雀无声。那是铁木真亲自带出来的第一批兄弟之一。这不是挑衅，这是宣战。铁木真没有开大会，没有号召史实，他只是在火堆前点燃了一撮干柴，对所有人说：“他们先动了手。”然后转身走进帐篷，命令全军开杀。这一次，
他不再等待，他知道现在不是讲理的时候，是讲存在的时候。他带着数千人马，兵分三路，直扑扎木合和王翰的联军营地。他的计划不是歼灭，而是拆联军，让对方打不了配合战，只剩各自为战。第一战在沃难河边打响，扎木合兵力更强，骑兵冲击力惊人，但铁木真的队伍纪律更严，调度更快。他们依靠灵活的百户编制，打出了草原少见的曲线包抄。敌军一时间乱作一团，扎木合亲自带队冲锋，却发现敌人不停转移方向，不和他正面对冲，像一群不断游走却又不散的狼。铁木真没有上前线，他坐在后方一个小土丘上，盯着战局变化，不动声色。他派出的信使来回穿梭，把小命令拆成一条条清晰路线，百户长各自带队，按图作战。他不是一个统军冲锋的将军，他是一个指挥整盘棋的棋手。3日之后，扎木合败退，他带着残兵撤入王翰主力营地，试图整顿再战。但王翰的军心早已浮动，很多将领都对为何要帮扎木合打这仗心存疑虑。王翰试图压住不满，可他越来越发现，这场战争不只是在打铁木真，更是在打他的合法性。铁木真趁机做了件大逆不道的事，他写了一封信，直接送给王翰。他说：“你我无冤无仇，扎木合私怨误国，你若退兵，我愿送地为礼。”这封信表面是在求和，实际上是给王翰的将领们递刀子。结果很快显现，王翰的几支边役部队果断走丢，根本没按调令前来。这给了铁木真最好的战机，他立刻转向王翰本部，不打扎木合，直接切中腹心。这一仗他打得异常狠，火攻、突骑、声东击西全部上阵。王翰营地彻底混乱，连主帅都差点被乱军践踏。王翰退，扎木合护，整个联军边打边逃，一路往西奔逃。铁木真并没乘胜追击，他停下来，清点伤亡，整顿秩序，封地劝降。他的目标不是屠戮，而是接盘。他清楚，要做未来的主人，得先学会收拾残局。可扎木合并没有死心，他退入乃蛮部，寻求庇护。而乃蛮首领塔阳汗早就对铁木真的扩张不满，这下顺势开口：“你们不是草原唯一。”铁木真笑了，这句熟悉的话，他小时候就听过一次，当年是太赤乌人说的。他没立刻反击，他知道再打下去会陷入绵延战线，他的兵力和补给不支持。他回到中部草原，开始另一种战争，宣告。他派人遍访各部，讲述这场战争如何开始，他如何写信求和，敌人如何拒绝。他还让贝尔铁组织了一场公开祈愿仪式，以和平名义为牺牲者念经。草原人看重形势，有人开始觉得这人打仗虽猛，但不乱杀，夺地虽快，却懂得安抚。他身边的人死得少，活得多。他不是贪杀的猛兽，而是一个有计划的守城者。更关键的是，这时候一个传言开始在草原流传，铁木真要建一个人人按工分地、按劳吃饭、不分贵贱的新部落联合体。他还真立了个旗子，白底黑狼纹，中间一柄弯刀，叫九角白帆。旗子竖起的那一刻，意味着他不再是个头人，他是新的草原秩序的代表。这时候，原本中立的一些部族开始坐不住了，他们想试试看那个说话算数的铁木真是不是真能带来一个更公平的未来。但越接近胜利，敌人也越狠。扎木合和塔阳汗在西边集结新军，计划趁铁木真势头刚起，
尚未巩固时发动反扑。他们联络残余势力，甚至拉拢一部分金国边旗，准备一次清算式的进攻。消息传到铁木真耳朵里时，他正在举行一个10户长晋升百户长的典礼，那是他第一次把士兵升为头领，毫无贵族血统。典礼还没结束，他就站起身说：“我们不等他们来了。”他决定主动西征，打的不是仗，是时间。他要在对方人心未稳前，先一步切断联络线。他将主力从后方调前，用最快速度推进。后勤靠的是草原上的点点补给，每隔1天补一口井，每10户备一批干粮。这一路打过去，敌人还没集结完，前线已经被突破，塔阳汗措手不及，被迫撤军。扎木合也只能随大流逃向更远的山地。铁木真没有追，只在战场中央立下一块石碑，上刻4字：草原归心。铁木真不再只是一个反击者，他成了主动定义战争节奏的人。他懂得何时出兵，何时写信，何时竖旗，何时停手。他不是为了复仇而战，而是为了在混乱中构建一个可以让人听令，让人过活，让人活得像个人的新规则。他打赢的不只是战争，而是故事主导权。铁木真没有立刻称汉，他赢了仗，收了地，聚了人，可他知道草原还没准备好接受一个新的天，太快叫自己大汗，反而会招来全体敌意。他不是没野心，而是知道野心该什么时候让人看得见，什么时候藏进袍子里。他干的第一件事是清点人口，他派出上百个信使，带着兽皮和炭笔，一家一家去问几口人、几匹马、几只羊，有无战力，有无特殊技艺。他要的不是炫耀，而是数据。他要知道这片草原到底有多少人真心跟他，多少人是被赶来的，多少人是还没想清楚的中立者。数据回来了，3万人口，近万骑兵，100余部族，散户联合。他把这叫做散户合流制，意思是不管你过去是哪儿的，只要认我为旗，都是一家。他把这套话讲得像算账，但讲完后，大家突然有了一种我们真的是一个部落的错觉。然后他开始整顿军制，他宣布1000户军制，每1000人为一军，由1名1000户长统领，直属他本人指挥。打仗调度只听令于一个人，铁木真自己。底下再分100户、10户，军事、生活分开管理。他不是搞平等，他是搞服从。他要的是一个可以打远仗、能统大军的体系。谁讲感情、讲例外，他就拿出规矩砸你。不是不讲情义，而是情义得排在纪律后面。而这套军制一立，整个草原开始自动分层，愿意接受的自动归营，不愿接受的或投金国，或南逃，或回原部族。他不拦也不追，只说一句：分久了是要和的，不用急。与此同时，他开始搞教育，他把各部有文化的、懂文字的、会计算的全找出来，设了个记事院，记什么战果、兵源、粮草、天气、路况，谁打过谁，谁背叛过谁。草原人以前只靠脑子记，他要把一切写下来。有人问你这是干嘛？我们又不是汉人。他只答一句：不写下来就永远是野人。他不是要变汉人，而是要让这个草原不再靠口传、靠传说，而是靠可查的真相。每一笔功劳都记下，每一个叛逃都写下，让信与罚不靠传闻，靠证据。而这时有人来劝他：你现在已经打赢了几场，要不要称汉？他摇头，
现在称汉是让我一个人出头，我要做的不是让他们拜我，而是先习惯一个新的规则，再来接受谁是主。但他很清楚，这一局不会安静太久。果不其然，金国的使者来了，对方不是挑衅，而是招安。使者带来2样东西，一顶印着金朝官印的王冠，还有一封充满恩宠的册文，说要封他为草原左翼王，管理草原东南地界。营地静了3天，大家等他决定。他没立刻回，他只是问了使者一句：我接了这个印，是不是以后打仗都要先问金国？使者愣住，笑着说：这是朝廷的恩典，自然要知会。他点头，然后轻轻把印盖了张兽皮，说：那我就不接了。全营哗然，拒金国是件大事，意味着他放弃了安稳路线，也意味着金国会很快变脸。但他看得清楚，金国已经不再强盛，外表还硬，骨头却空。他现在要的是做独立旗帜，不是当别人管辖的草原代理人。他把印还给使者，说：我尊你是大国，但我不想在你们的地图上活。这句话传出去，半个草原都知道了，铁木真不再是那个谁都得靠的人，他要自己站起来。这时候他设立了议事塔，不是高楼，而是一块升高的木台，所有议事、惩罚、升迁都在台上公布。他要让所有人看到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不藏着，不掖着。他要透明，也要权威。而就在这一切慢慢推进时，草原那边的风又动了。扎木合联合了一部分被打散的旧贵族势力，鼓动西北边疆的部落说：铁木真要当皇帝了。他们知道，光靠武力压不住，就打心理战。铁木真不反驳，他只是派人把之前所有议事记录编成一本《草原百问》，到处传播，里面写明他的制度、军制、赏罚和信仰。他不再解释自己的过去，而是用一套全新的草原剧本逼大家选边站。他说：你要么继续活在贵族讲了算的旧日子，要么跟我写下新规矩。而这时候他的女儿出生了。他说：我要让她长在一个不需要逃亡的地方。可他知道这种和平还很远，他接下来要面对的不只是抵抗，还有那群最难撼动的人，那些没输过也不愿输的老部族。这一仗输不起。铁木真开始把战后的混乱一点点变成系统。他不只打赢了仗，还打通了管理、信任、规范、身份这些最难统一的东西。他不靠嘴说要统一，他在用做来铺一条能走的路。他还不是成吉思汗，但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一道无法绕过的光。草原的天越来越亮，也越来越冷，不是气候变了，是局势变了。铁木真的旗子一天天升高，各部族的人开始习惯叫他汗。可越多人喊这个称呼，越多旧势力开始坐立不安。这些旧贵族们不是没本事，他们掌握着祖传的血统、地盘、旧部和人脉。他们看着铁木真一步步从一个被丢弃的流民头子爬到如今的草原支点，不服气，也不甘心。他们咬牙切齿，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人真的快要成了。最早跳出来的是塔塔尔旧部残余，他们早年被金国扶持，如今却在草原上没有立足之地。铁木真对他们没有灭绝之意，但也从未接纳。他给了选择，要么归齐，要么走远，但他们选了第3条路，联合反扑。他们偷偷联络扎木合，又拉拢了乃蛮残部，组建了一个松散的抗铁联盟。这联盟没有核心，只有一个目标，
别让铁木真做大。他们在草原上放出话：他若登汗位，草原将变成他的草场，我们都得听令。这句话让很多中立部族开始犹豫。铁木真早就知道会有这一步，他不急也不怒，他反而放出消息，自己将在下一轮全营议事日上宣布大事，邀请所有部族代表前来。这场议事被称作草原上第一次大会，地点选在沃难河边，那里水草丰茂，又是他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他要所有人记住，这不是王宫，不是战场，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新草原要立下契约的地方。大会当天，铁木真没有穿战袍，而是穿着最朴素的白毡衣。他站在木台上讲了很简单的话：我们这些年从无到有，从分到合，如今有人怕我们合了之后会有人说了算，但我说草原可以有一个汉，但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他宣布成立共议会，每100户推1名代表参与政务商议，军事他一人裁决，民政所有人参与。他还定下几条新律令：不得私斗，不得夺妻，不得擅杀使者，不得违军令。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有人眼眶红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不是大话，是铁木真一路走来真正兑现过的规矩。他打仗按功赏，犯错按律法，从没偏过谁。如今要把这一套写进律法，就是要让整个草原哪怕没他也能运转。话音落下，众人起立，高喊汉。这一声喊，正是把他从被认可的人变成了被拥护的王。没有朝廷，没有圣旨，只有一堆帐篷和一群喊他名字的人。他成了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成吉思汗是一个蒙古语尊号，意思是强大的、坚强的或拥有力量的，并结合了汗这个君主称谓。因此，成吉思汗的整体意思是拥有强大力量的汗或伟大的汗，用来称呼蒙古的君主铁木真。登基之后，他第一件事不是庆功，而是分地。他把所有跟随自己打下地盘的人按劳分配，不看出身，只看贡献。他甚至把一块上好牧场分给了曾经放羊出身的百户长，引来一阵掌声。第二件事是派出使者，分别送往西边的花剌子模，南边的西夏，东边的金国。他不是要称臣，而是告诉他们，草原有主了，有事请对话，不要绕道。使者带着礼物，也带着一封封亲笔信，不是威胁，是提醒。金国那边收到信后一片沉默，他们没立即表态，只是派人来观察，这反而让铁木真更加警惕。他知道，真正的战争不会先出现在草原，而是在那些本以为草原永远听命于中原的权力者心里开始翻腾。他开始训练新兵，他将各部精壮挑出，重新编组，设亲军千户。这些人不再隶属于原部落，而是直接听令于汉廷。而与此同时，草原深处也在酝酿着新的挑战。札木合没死，他聚集残余势力，在西北草原形成另一个反正统联盟。他宣称铁木真是假汉，是靠野人扶起来的骗子。他甚至公开说，当年若非我手软，草原早没他的位置。铁木真听说这话后没恼，只是派人带了3件东西过去：一块披风，一壶烈酒，一封信。信上写着，我记得我们是兄弟，也记得你曾救过我，但现在我们要讲的不是感情，而是草原
该往哪走。披风是你曾送我之物，我还你；酒是你喜欢的味，我敬你；信是我最后的问候，之后若再交手，便是战。使者回来说，扎木合看完信，一言不发，把酒喝了，披风披上，然后沉默了整夜。那晚之后，扎木合开始调兵，不再藏着掖着。他知道兄弟情走到这一步，已经不是谁背叛谁，而是谁更像草原的答案。铁木真没有等待，他知道草原人的忠诚很难，疑心却很快。一旦让对方在外面活太久，心里就会有人开始犹豫。他决定亲征扎木合。出发那天，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要报私仇，我是要为草原剪掉一个还在讲旧规矩的舌头。铁木真正式戴上了成吉思汗的称号，也第一次把一套草原的未来样子写进制度。他不靠血统，也不靠天命，他靠的是打出来、活下来、讲出来的一整套规则。他不是做给自己看，而是做给后人，做给敌人，做给所有曾经看不起他的人看。这个草原从今天起是新的开局。这一仗躲不过了。铁木真不是不知道扎木合的执念有多深，那个曾经一起割手为盟的兄弟，如今成了最执着的对手。他们之间早已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关于谁才代表草原未来的对决。出征前一晚，铁木真独自坐在营地西边的小山坡上，风很冷，他没有披斗篷，只穿着那件旧毡衣。博尔忽找到他，想说点什么，最后还是闭嘴。他知道汉今晚不需要建议，只是想静一静。铁木真盯着远处的星空，轻声自语：我没恨他，但我不能让他留下。这一场战争准备得极快，他不是仓促，而是早就为这一刻练了太久。他将清军3000，各部主力1万，加上新归附的3000骑兵，总计约17000人，编成5路进军，每一路由亲信统领，只听一个口令：快、狠，不留后患。对面扎木合联合乃蛮余部和塔塔尔残军，总兵力约2万。他的营地设在靠近山口的盆地，一边是山崖，一边是密林。本想借地形扛一波，但没想到铁木真根本不打常规仗。第一夜，他派出快骑扰敌，假装从北侧突袭，扎木合急调部队前往。第二夜，他从南坡派人夜点火堆，装成主力露营，吸引注意。第3天凌晨，他主力直插西口，用最快速度破开薄弱侧翼，一举切断对方粮道。这一招打得扎木合措手不及，他还没布好全阵，已被截断补给，再调动又慢半拍。铁木真不给喘息时间，连续3天小战不断，用蚕食式推进压迫敌军阵线，逼得对方不断收缩。第4天，他下令突袭敌营，清军骑兵像离弦之箭穿过夜幕，直接杀入中军。那一晚血战到底，天没亮，扎木合主帐已被攻破，他自己也负伤逃出，仓皇向西逃窜。这不是一次大溃败，但对扎木合来说，是最后一块遮羞布被撕破。他已无险可守，无人可用，无名可借。各部看到他的败局，纷纷撤离。他变成一个被注解过失败的人，而不是一个能起事的旗帜。铁木真没有立刻追击，他停在战场上，整整站了1夜。他命人收尸，敌我不分。他说，今天死的不是敌人，是草原的一部分。他没让人请功，只是在次日清晨集结全军，面向阳光升起的方向，静默3息。他举起弯刀，
我不是为自己赢的，是为那些想换个活法的人赢的。全军无声，但那一刻，每个人都把他当作真正的韩，不只是坐在台上的那种，而是能扛事、担痛、讲规矩的大韩。扎木合最终死在流亡途中，有人说是病死，也有人说是被旧部背刺。消息传来时，铁木真没做反应，只是淡淡说：“一个时代终于埋下去了。”而他没有停，他继续走。他召集各地使者，宣布设立札达兰。这不是行政区，是草原上的流动管理制，由中央派员治理，轮任制，限期归报。他说，谁也不能把草原当私产。他还设了传教使，允许各地巫师、僧人、道者、吕教者在草原自由布道，但不得强迫。他说，信仰不能统一，但得互相尊重。这些安排看似不相关，其实是他对草原未来的统一试验。他要在不割裂传统的前提下，推动草原进入一个讲秩序、守契约、有规矩的新阶段。有人劝他休整，说战争太密，兵马疲惫。他却说，这时候不动，会让人以为我只是打打仗而已。于是他开始西走，向着花剌子模方向派人去打前站。他说，我要看看草原之外是不是也能接受我们这套法子。而在离开前，他专门回了一趟沃难河边。他站在小时候被赶出营地的那片草坡上，地上什么都没了，只剩风吹野草。他看着那片曾经睡过、啃过树皮的地方，缓缓说，我不是要回到这里，我是要告诉这里的人，我再也不会被赶走。铁木真完成了他与过去的彻底了断，他亲手终结了札木合，也亲手终结了草原旧贵族对未来的最后一点幻想。他不是为了报仇而战，而是为了让那个从小被踢出营地的孩子，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这片土地，他不只配活着，还配主宰。铁木真没有立马凯旋，札木合战败后的第7天，他没有回到主营地，而是悄悄走了一趟山南草原。那里没有战士，没有敌军，有的只是曾经被战火烧空的部族遗址，一片片灰烬和断木之间。他站了很久，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回营那天，众人本以为他会下令修功碑、封将赏土，可他开口第一件事却是查民生。他要账目、人口、牲畜、生育率、老弱病残的分布。他不是在找问题，而是在做准备。这时候，有人提议立元年，以他称汉之年为纪年。他想了很久，还是摇头。我们不是翻了天，是重新把天搭稳。接着，他设立巡查官，每10个札达兰派出1队人，不带兵，不带赏金，只带纸笔和耳朵，专听百姓之言。他说，谁说我好，不准记，谁说我不好，必须记。这制度一出，草原上下纷纷议论，这大汗真的是要在意百姓嘴里的自己吗？但他知道，真正的挑战从现在才开始。他不是要守一块地，他是要统一所有草原人的心。而这个心不是靠仗打回来的，是靠活着的人慢慢选出来的。于是他开始推行习射月，每年固定1个月，所有男子必须训练射术与马术，女子自愿参加，不是为打仗，是为保命。他说，草原人不能只靠我能打，也得自己能活。他还命人把打下的马车改造，变成移动市集，每10日1轮从大营出发，顺次巡回各部落，贩卖粮、盐、布、铁器。这是草原上第一次尝试流动商贸。与此同时，来自金国的压力也开始显现。原本金国对草原事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铁木真的不断整合引起了他们真正的警惕。使者带来最后通牒，要求草原大汗前往燕京朝拜，纳贡称臣。他看完通牒，什么都没说，只是提笔在原文背后写了一句：我以为你们已读懂我，看来还需我亲自讲一遍。他没有立即动兵，他知道打金国是个更大的局，那不是草原人之间的仗，而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体系的挑战。草原人打得再猛，也难啃一个数百年立国的大帝国。可他不怕，他只是对左右说：他们不懂，我们最强的不是马，是人心。他开始召集各部，将草原各地的工匠集中起来，打造更适合攻城的器械。他不是盲目进攻，他在做的是草原第一次大规模战备工业化。他设冶铁点，组修车队，训信使，马备草料仓。他说，不是怕仗，是怕仗没打完，人先饿了。而在这些布局之外，他还做了一件更让人意外的事，颁布草原统一律令，涵盖婚姻、交易、继承、犯罪、战俘等7大类。他不再只是讲情讲义，而是直接告诉所有人，从今天起，草原的规则写下来、刻下来、贴出去，谁都不能说不知道。很多老部族主站出来反对，说这些事过去都靠族老裁定，你这么一律到底，是不是连天都想换？他点头，没错，天该换了，只不过这天是大家一起盖起来的。他还开始让不同宗教的代表到营地里轮流讲道，不许干涉，不许压制。他说，信仰是人自己找的，不是我给的。这话传出去后，连远在西域的教士也开始注意这个新韩国的动静。铁木真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什么。他开始整理自己的过往，把野苏该、赫俄伦、博尔铁、博尔忽、别勒古台、扎木合一个个名字写进韩帐族谱。有人说他这是在立家谱，他却说这是立记忆。他知道人会死，故事也会变，唯有写下来的才活得久。他要草原人学会记得，也学会讲给下一代听。他不是怕被忘记，而是怕草原再次回到那个谁强谁说了算的混沌状态。这一年他50岁，他站在草原最高处，望着自己曾经流亡过的方向说，我不是这片地的主，我只是曾被他拒绝过的那个孩子。今天我不是来捅他，是来问他还认不认我。铁木真不再只是一位征服者，他开始真正成为制度建立者、秩序缔造者、文化推进者。要让这片草原真正变得不同，不能只靠刀，也不能只靠梦，而要靠每一条被写下、被执行、被记住的规则。那一年，风比往年大，马蹄印刚落就被吹散。铁木真站在大营中央的土台上，望着南方。他知道，那里正是金国边境的方向，那里是他即将翻越的最后一道山。此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被族人遗弃在雪地里啃树皮的小男孩，他成了成吉思汗，成了草原上空前的统领者。可他从未把这当成终点。他决定对金国出手，不只是为了复仇，不只是为了利益，而是因为这是唯一能让草原真正站起来的方法。他说，他们一直看我们像野人，我们就用规矩和军队让他们明白，草原人可以让规则走得比风还远。这不是一场快战，他调集12万大军，分3路进发。他早年设立的百户、千户制，此刻在战场上展现了可怕的效率。信使日夜奔驰，
命令直达各军，各营像一个身体不同器官，协调有序，冲击力极强。但他也不是头脑发热的进攻者，他花了半年时间打下外围重镇，用的是围而不攻、分而不打的策略。他不烧城，不乱杀，只派使者入城，讲律令，讲赋税，讲投降后的日子不会更糟。最初没人信，可当几个据说被攻破必死的城市相继归降，百姓安然，他的声望在中原边界炸开。那些原本视他为蛮子的地方官开始犹豫。铁木真没有贪图速胜，他知道每走一步都要踩稳。他说，我不是来烧完就走的，我是来让他们开始听得懂草原话。他派人去各地设投安处，收集归顺者名册，并让他们自己选出代表与蒙古军沟通。他让投降的学者、官员、医生组成新册吏部，教蒙古人如何修文书，如何安排粮仓，如何征税。他不是要变汉人，他是要学怎么治理比草原大10倍的地方。与此同时，他把这段战事交给了他最信任的将领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他说，这不再是我的战场，是你们未来的试卷。而他本人则返回草原，开始了一场更深远的整合语言统一。他颁布政令，设议书官，用3种文字书写律法、指令和公告。他说，让各地人能用自己听得懂的话活着，这比刀更能捅人。他还设了千里驿站，每30里设1驿，每站备马3匹，干粮、水袋和夜骑。这是草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高速通信线。他骄傲地对左右说，从我说一句话到千里之外被听到，不用3天。有人问他，你现在是不是天下第一了？他却摇头说，第一没用，你得一直是第一才可以。他开始带孩子们骑马、射箭、读律。他不讲历史，只讲一件事，你们以后坐在高位时，别忘了那年我们一家6口啃树皮、喝血水是怎么活下来的。这时候他的身体开始不如从前，有几次夜里咳嗽的止不住。他知道自己还能撑，但草原未来不能靠他撑。他开始亲自安排继承人的事，不是看血脉，而是看谁更能把草原撑下去。很多人想要他留下最后的命令，他却笑说，我最后要说的早在我做的时候就说完了。铁木真不再是单纯的扩张者，他成了建制者、传承者、布道者。他从啃树皮的孩子走到了能够规划千里驿站，管理多语言政令，让律法成为草原共识的大汉。他不是草原的过去，而是草原的未来模板。而他留给草原的最大遗产，不是土地，不是军队，而是一句话，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怎么活。夜晚又一次降临，草原的风轻了，星星亮了，一切像是从头开始。铁木真的故事就这样在风中慢慢落下帷幕。他不是神话，也不是传奇里的完人，他只是那个从最底的地方一步一步走到高处，却始终没忘回头看一眼过去的男孩。他没有靠血统赢天下，而是靠一口气撑着，靠一句话守着，靠一群人跟着，一点一滴拼出来的秩序与希望。他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崛起，更是所有曾被赶出营地的人终有一日能坐在营火边，昂起头说，我们也配拥有明天。如今夜已深了，那些战争、规则、失落与成全都像远处的蹄声，逐渐被风吹散。此刻请放下思绪，把眼睛闭上，
想象自己躺在草原上，一杯热奶茶，天上星辰点点，耳边只有风的呼吸和马儿咀嚼干草的声音。